珍惜生命，维护健康，敬请关注康宁视听。大家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每集的内容。本集我将与大家分享常量营养部分的碳水化合物。人体的结构决定了我们是需要能量的，但是大家知道吗？人体能量的50%到70%都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即糖，它是人体内产生能量的主要物质。这种物质在自然界中最为丰富，其中85%到95%均来源于植物的淀粉。而在众多的食物中，谷类食物则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这么重要的营养素，如今却有不少女孩为了保持苗条身材，或不少人士为了减重减肥，或者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都选择不吃主食，去吃谷类食物。这样的选择是否科学呢？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类碳水化合物才正确呢？希望大家能通过以下的了解找到答案。碳水化合物即糖可分为单糖，如葡萄糖、果糖；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多糖，如淀粉、膳食纤维。国际营养学权威帕特里克·霍福德表示，由于碳水化合物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因此它们在转化为人体所需的能量时，其释放的速度也就不一样，主要分为快速释放型和缓慢释放型两种。简单的碳水化合物转化迅速，所以属于快速释放型，即除果糖外，所有形式的浓缩糖以及精加工的食物都属于此类型，如葡萄糖、蔗糖、乳糖、麦芽糖、甜食、饼干、点心等等。简单的碳水化合物在迅速释放能量后，往往又会出现能量剧烈下降的状况。而如果体内不需要这些能量时，它们就会转化为脂肪贮藏在体内。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转化缓慢，所以属于缓慢释放型，比如全谷类食物、蔬菜、水果等等。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还含有或者含有膳食纤维，这就进一步减缓了能量释放的速度，使人体的能量水平能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中。可见此类型的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能量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当您使用缓慢释放型的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身体机制就会按部就班地根据食物的复杂程度分批缓慢地释放藏在其中的能量。此外，缓慢释放型的碳水化合物还含有人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重要的微量元素。因此，国际营养学权威霍福德明确表示，缓慢释放型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可取的能量来源，应该占每天摄入食物总量的2/3，或者占摄入总能量的65%。他还强调，像白糖、蜂蜜、精米、精面等等浓缩糖和精加工的食物，不仅能量释放速度快，而且还缺少了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建议避免食用或者少食用。对于那些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士，更建议把这种不好的习惯改掉，因为长期食用这类食物是会引发很多复杂的身体症状和健康问题的。霍福德还表示，水果中的果糖属于单糖，和葡萄糖以及蔗糖一样，它不需要消化的过程，可以很快进入血液。但是
果糖与葡萄糖、蔗糖又有不同。果糖在体内需要先被转化为葡萄糖，再参与代谢，这一过程有效减少了对新陈代谢的影响。此外，水果含有膳食纤维，这些因素也有效减缓了其能量释放的速度，所以果糖是被归为缓慢释放能量的碳水化合物的。可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用水果当饭吃，而不吃谷类食物了。不过有一些水果如香蕉、葡萄、枣等等，由于同时含有果糖和葡萄糖，其能量释放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因此存在葡萄糖代谢问题的人士在摄取这类水果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摄入量控制在最低点。朋友们，至此大家应该找到答案了吧？谷类食物等复杂的碳水化合物，我们是不应该拒绝的。我们每天应该选择摄取缓慢释放型的复杂碳水化合物来获取人体所需的能量。这才是科学、正确和可取的。总体来说，一般成年人每天的主食是绝对不能低于130克的。如果长期不摄取，不仅会把身体能量的来源搞混乱，还会导致身体能量缺乏，这对身体是会造成长远损伤的。因此，无论基于什么原因，那些拒吃谷类食物等碳水化合物的人们，还请能从这个误区中走出来。接下来请大家听听国际营养学权威霍福德对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取复杂碳水化合物的建议：摄入3份或者更多的深绿色叶类蔬菜和根茎类的蔬菜，如胡萝卜、甘薯、甘蓝、菠菜、西兰花、四季豆等等，生鲜吃或者稍微烹调后食用。摄入3份或者更多的新鲜水果，比如苹果、梨、瓜类或柑橘等等。摄入4份或者更多的全谷类食物，如大米、黑麦、燕麦、藜麦等，以及相关的谷类食物，如面包、米饭、粥和豆类食品等等。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浓缩糖或者加有浓缩糖的食物，以及精致食物，避免喝酒。再请看看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对一些食物转化为糖的不同速度的列表。葡萄糖是最常见的标准，标准值为100，数目越大，代表食物转化的速度就越快。另外，不同大米的升糖指数也不一样，如日本、泰国和中国北方的大米升糖指数都比较高，巴基斯坦和印度大米的升糖指数则比较低，供大家了解参考。好的，今天就聊到这，欢迎留言或直接与我们联系，并请点击以下链接探知更多对您有助的信息。谢谢，我们下次再会。